那接下來呢，我們還要再講非數學方面的資訊。在非數學的題目裡面呢，它就不是去帶數字了，因為它就不是數學題嘛。那我們要做的是檢驗邏輯，它比較跟 CR 相關。什麼樣的題目適合用我們等一下講的速解法、反例法呢？就是當題目有問你何者為真 ，must be true， 何者一定是錯的 ，must be false。這種題目如果在 CR 裡面它只是偶然出現，在 CR 裡出現的頻率，可能你整個考試也遇到不到一題，有可能最多只有一題，它就是被歸在 inference 的題型裡面。但是如果是在 TPA 裡面，它出現的頻率就高很多哈。TPA 跟 CR 相比，有2種題型出現的幾率高很多，一種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must be true, must be false。另外一種就是條件式填空題，就是問你誰是充分條件，誰是必要條件 ，if only if unless， 這個我們之前的講座有講過，大家可以回去翻。這2種就是 CR 不太考，但是 TPA 超級愛考。那我們今天當然之前条件題講過了，我們今天講的是另外就是何者為真，何者為非，你要怎麼去用反例快速破解。關鍵概念就是你找反例永遠比正面證實來的容易。什麼時候找反例？你看我這邊有寫關鍵字哦 ，must be true, must be false, oh, never, only if, must， 這種就是極度限定式的詞彙出現的時候，就是你找反例的時刻了。那我們的做法是什麼？我們分2種。如果今天這道題目它問的是 must be true 的話，你要往反面想，就是那如果今天這個選項被我反過來，如果今天這個選項不成立，那請問有沒有辦法 fit in 這個故事？比如說，如果選項跟你講這個計劃準時完成，那你就要想，計劃沒有辦法準時完成，計劃會遲延。用反面來想，那如果你用反面來想的話，把這個反例帶進去故事，它可以跟這個故事共存，不會矛盾，可以共存。那代表說它就不一定是对的嘛，它就可以被刪去，對吧 ？OK， 等一下我們会來示範。那如果你發現這個選項它走到反面，它無法跟這個故事共存，它一定會跟這個故事矛盾。那代表說什麼？代表說這個選項就一定不能走反，一定要是正的，一定要是 true。所以這就是你要的正確選項。而且往往在做 TPA 的逻輯題，你只要確定這一步成立，你就可以不用看其他選項。為什麼說不用看其他選項？是因為 TPA 跟那個 CR 它的混淆選項的設計概念不太一樣。CR 的混淆選項，它的設計會是2個選項邏輯都成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比另外一個選項邏輯上更有說服力、更接近、程度更強，是程度的區別所以你甚至還要做2輪的比較。但 TPA 的那個非數學題混淆選項的設計，它比較直觀，就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那混淆選項的設計是說，可能有一個選項跟文章裡的某一個條件矛盾了，你沒有看到那個條件，你就只是粗心，所以說錯。所以在 TPA 裡面，我們的做題會更激進，不會那麼謹慎。就是你如果確定這個選項就一定是對的，你就直接選它，你不用說等到第2輪，不用說5個選項都看完。所以這邊要跟大家強調一下，就是 TPA 的做題跟 CR 做題還是有差別的，因為它的混淆選項設計模式不一樣，所以我們會更激進一點。好，那反過來講，如果今天是 must be false，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選的是一定是錯的話呢，那我們就要來想，如果這個選項成立的話，會不會跟故事相容？如果今天這個選項本身是成立，然後呢，你發現跟這個故事可以相容的話，那代表這個選項是錯的。等一下我們会來示範。如果今天這個選項成立，但是可以跟這個故事相容，不會跟這個故事矛盾的話，那代表說這個地方就不一定是錯的嘛，有可能可以成立嘛，對不對？那如果你發現這個選項成立，但這個跟这個故事完全不可能相容，那這種時候呢，它就是你的答案，就是必定是錯的。我們來看一下示範好不好？我們準備了2道題目來示範。來，就如剛剛所講的，我會建議，如果今天在做到非數學類型的 TPA， 我會強烈建議你先看問句。然後呢，如果選項不太長，你可以先瞄一眼選項。那如果選項有點長，就是可能寫到每一個都是一句話的話，你可以先看1-2個寫的比較短的選項。你看選項不是為了要直接去刪去它或選它，你是為了要先了解這個故事可能會帶到什麼東西，這樣你等下回去看文章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吸收。當然英文母語人士不用做這一套因為他們直接去吃文本
也不會有什麼障礙。但如果是非母語人士，我就會強烈建議你先抓一點東西來暖身。好，來我們來看這道題目，他說假設 the policy was followed a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假設文章裡的政策有被遵守，而且文章裡所給的資訊是正確的，那麼呢，請你選擇 must be true the statement that must be true。是 that must be false statement must be false。当然我知道你會覺得他講什麼廢話，就是對吧？但是還是要好好讀哦，要養成好好讀問句的習慣。不管問句講得多廢，你都要速度放慢。當然這個地方的確講的是廢話。簡單來說就是 true 那邊選 must be true，false 那邊選 must be false。那雖然這個問句沒給我們什麼資訊，但是我們可以稍微偷看一下一兩個寫的比較短的選項，先大概知道這個故事要講什麼。比如說這個選項，他說哦，這個員工哦，他可能他就是他去旅行開始的時刻跟他旅行結束的時刻不一樣。好，然後再來員工提交收據哦，在什麼剛好在旅行開始時候的35天。好，那你大概就知道，可能這個故事在講的是出差，可能在講的是報賬嘛，对不对？好，那知道這個故事有什麼用呢？很簡單。你等下可以把自己帶進一個角色裡面去，比如說你就帶進一個員工的角色，我是員工，我準備要去出差了，那老闆要我先墊，可是我先墊能不能回來跟公司報賬呢？我不清楚，不要到最後老闆要我先墊，結果我沒有遵守規定，結果呢要我自己去吞掉，那就太虧了。所以我等一下看到的文章我要好好的去讀，因為它可能跟我未來的報賬息息相關。把自己帶到情境裡面去是做 DI 的唯一不二法則，因為 DI 所有的故事都是現實生活中的情境，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設立一個人設，我是準備要去出差的員工了。OK，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文章說什麼，說，我們公司注意哦，你看我現在用的第一人稱哦，因為我現在就當我自己是員工。來，我們公司有一個就是關於報賬的政策，關於你出差去報賬的政策。The employee must submit an electronic request for reimbursement before the day the travel begins。你在開始出差之前，你一定要先電子申請，你要申請說你準備要報賬了，先電子申請，跟公司告知，一定要出差之前做這件事情。就很像你去美國，你雖然不用簽證，可是你還是要去申請 ESTA， 對不對？你要先就是申請那個電子旅行許可，對吧？好 ，to be reimbursed， 如果你要報賬的話。The expenses must be incurred within a date of travel， 就是呢，你一定要在出差你的收據的日期一定要是在出差日期之間。你不能說還沒出差先報賬，出差完還沒出差先出賬，出差完才出賬這樣子。And indicated on receipt dated during this time。如果我今天是員工的話，我就確定說 OK， 到時候那個發票上面打的日期一定要是我出差日期之間不能說是之後，而且發票上也要打這個日期對不對 ？And the receipts must be submitted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that travel ended。在旅行結束之後的30天就要去交這個收據。那所以我是員工的話，我就要記得好，我從出差回來之後30天之內，我一定要趕快整理好放上去。你看，如果是員工，我這個資訊就整理了起來嘛。第一個，我出差之前我要先交收據，我要先交申請，再來收據上一定要打日期，這個日期一定要注意，一定是我出差之間的時間。第三個就是什麼？回來之後呢，我一定要30天之內馬上去送上去，這樣就把資訊全部整合在一起。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選項怎麼去檢驗哦。那當然 ，true 跟 false 這兩個是相互獨立的，所以我們會各自來判斷。我們先試試看 true 的部分。我們剛剛說 true 的部分的方式是什麼呢？就是去想有沒有可能這句話錯的情況下跟文章並不違背，對吧？就是把這個句話做成反例。那來看一下哦。第一個選項說這個員工某個員工就是我啦 ，submit receipts exactly 30 days after submitting the electronic request for reimbursement。剛好在第30天的時候。剛好在第30天的時候，就是在他送出申請之後的第30天去交這個收據。那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剛好30天的反例是什麼？就是不剛好30天，所以不一定是晚於30天因為 exactly 反面是什麼 ？Not exactly， 有可能10天、5天、8天，也有可能35、40、45，对吧？好，那如果5天、10天可不可以呢？我可不可以在交完電子申請之後的5天、10天就馬上把收據交上去 ？Of course， 可能嘛，對不對？對吧？當然可以，你越早交越好。只要你收據上的日期是在旅行之內的日期，你越早交越好，不要晚於旅行結束後30天就好。所以這個選項是完全可能的。
不是剛好30天，你可以5天、10天、15天，只要你這個天數是在旅行結束之前，之後的30天之內就可以，它是完全可能。那既然有可能跟文章不違背的話，那這個選項我們就不會選，對吧？反例跟文章不違背，代表說這個原本的敘述成不成立都可以。你它成不成立，這都跟文章不違背，所以它不一定是必定為真的。所以第一個選項我們不會選。那第二個選項呢，說這個員工他去報銷一個收據，但這個報銷的收據是在旅行日開始之前就報銷了。哇，那這個當然是可以直接把 false 選起來，因為我們剛剛記得嘛，你的日期一定是要在什麼？你的日期一定是要在報銷之後，對不對？對吧？一定应該說一定是要在旅行就是出差期間之間，对吧？你不可能出差之前就直接開了一張收據，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直接選 false。那既然選了 false 的話，那當然我們就不會去選 true 這樣子，對吧？因為這個就很明顯跟文章的資訊違背。好，那再來 C 選項說什麼 ？C 選項說這個員工他旅行日跟什麼？跟他的旅行開始日跟它的結束日是不一樣的日期，就是不是單日旅行。那如果我們用反例來看的話，那能不能單日旅行？當然可以啊。文章也沒有去規範旅行到底要幾天，對不對？好，這個選項的意思是說，旅行開始日跟結束日是不一樣的日子。那我們反例來看的話，旅行開始跟結束日是一樣的日子。可不可以單日旅行？當然可以。文章沒有去規範你要單日還是雙日，文章只有去規範說你只要在旅行，你的收據一定要是旅行那個時候的收據。然後呢，你要在回來之後30天裡面提交。那旅行要幾天，沒有人管你，所以這個選項反例之後能不能跟文章共存？當然可以，所以這個選項我們就不會去選。反例之後能跟文章共存的就不會是 must be true，代表說它就算變 false，跟文章可以共存，所以它就不一定是 true。第四個。這個員工他在旅行開始後的35天交了收據。好，那我們來想哦，旅行開始後的35天交，如果反過來剛好35天，那反過來就是不一定剛好35天，對不對？那可不可以更早？5天、10天、15天可以呀。可不可以更晚？35、40、45可能有點危險，對吧？但是呢，你不用一定要證明更晚，因為你的 exactly 取非就是否定的時候變反例之後就是 not exactly， 對吧？這是 not exactly，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更早也可以更晚。如果不是35天，如果是3天、5天、10天、15天，那能不能報賬也可以，所以跟文章也可以共存，所以這個選項我們不會選。來，再來第5個選項，說這個員工的這個電子申請的，就是電子報賬的申請是在什麼？是在費用出現之前。好，我們反過來想，有沒有可能費用先出現，再去電子申請說要報賬？好像不太可能。為什麼？因為文章就已經跟你講，你在去出差之前，你就一定要先做電子申請，然後費用一定發生在出差之間，對不對？所以它的順序就會是什麼？它的順序就會是電子申請先，然後呢，去旅行，对不對？去出差，為什麼他一定不給我要的東西？電子申請先，然後呢出差，然後開始出差，開始出差之後才可以開始有費用，對不對？它這個是一個一定的順序。那第5個選項，如果我們把它反過來，變成說什麼？變成說可不可以先有費用再去申請？那很明顯不可能，所以這個選項是不可能去跟文章共存的。那既然反過來之後不可能跟文章共存，那代表這個選項就必定為真。OK， 這樣的概念。所以我們剛剛用的核心觀念是這樣，就是說，如果今天是要找 must be true 的話，反過來去思考能不能跟文章共存。如果反過來可以跟文章共存，它就不是你要找的答案。